你有没有想过，新加坡祖屋里最不起眼的一条走廊，可能藏着这个国家几十年住房规划的秘密？很多人认为，新加坡祖屋成功只是因为政府建了大量廉价住房，但真正让它成为全球住房标杆的，并不是盖了多少栋楼，而是连你家门口这几米长的走廊都被提前设计进了国家级规划。风怎么吹进来，热气怎么散出去，邻居如何自然相遇，公共空间如何保持舒适，甚至房产价值如何避免被过度炒作，这些看似细节的问题，在新加坡祖屋设计里早就被计算进去。很多地方学习新加坡，只看到了高楼、密度和政府主导，却忽略了最关键的一层：祖屋从来不只是一套住宅，而是一套融合气候、财政、社区关系和社会治理的民生基建系统。一条普通的走廊，在新加坡背后连接的是风环境、体感温度、邻里互动、维护成本，甚至整个社会运行逻辑。当你真正看懂这条走廊，就会发现，新加坡真正厉害的地方，并不是简单把房子盖起来，而是在有限土地上，让数百万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却依然保持舒适、有秩序，并且让社区不会越住越拥挤，越住越冷漠，越住越失控。如果你在新加坡生活过，就知道这里的住房从来不是单纯的买房问题，它牵动的是 CPF 够不够用，通勤会不会太长，孩子在哪一带上学，父母住的老祖屋电梯是不是直达，楼下有没有八叉，诊所和公交接驳，甚至你退休时手里还能留下多少东西。问题在于，新加坡不是一个可以不断往外摊开的国家，土地小，人口集中，常年湿热，而且还是多族群社会。住房一旦出问题，后果不会只停在房地产市场，而是会一路传导到交通、教育、代际公平、公共财政和社会稳定。所以祖屋在新加坡必须做成国家系统，而不是一个补丁政策。现在大约80%居民住在祖屋里，祖屋家庭拥房率接近90%，这说明祖屋不是给少数人兜底的福利房，它本身就是多数新加坡人的生活框架。再看2024年10月开始实施的新祖屋分类框架 Standard、Plus、Prime， 意义就在于重新划线。公共住房首先是民生基建，其次才是可以交易的资产。这个背景抓住了，后面你才会明白为什么新加坡会认真到连一条走廊都当成系统工程来处理。很多人第一次看新加坡祖屋，会先注意到它很整齐、很密，也很重复，但真正决定它是不是好住的，往往不是立面，而是你每天都会经过的那条走廊。在新加坡这种高温高湿的气候里，高密度住宅最怕的不是楼高，而是闷。只要楼栋朝向、楼距、开口、遮阳处理不好，整片住宅区就会像一个巨大的蓄热体，白天晒热，晚上散不掉。电梯厅闷，走廊闷，屋里冷气开得更久，住户电费上去，国家整体能耗也上去。所以新加坡做祖屋，不是先把户型画出来，再想办法把楼拼起来，而是会把风、热、湿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先当成工程问题。HDB 长期做风环境和热环境分析，规划时会看楼栋怎么摆，楼间距留多少，哪里需要穿风，哪里要做遮阳，底层要不要架空，公共空间怎么形成连续气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走廊不是附属空间，而是整栋住宅呼吸系统的一部分。开放式走廊可以帮助横向通风，减少热积聚，也让光线和空气不至于被完全切断。它当然会带来隐私、噪音和公共使用边界的问题，但新加坡的取舍很明确，在高密度条件下，先保证整体宜居性和能耗表现。更重要的是，这套东西不是只做在示范项目上。新加坡这些年一直推进 DFMA 和 PPVC， 让施工误差更可控，也更容易把一套经过验证的通风、排水、管线和维护标准大规模复制到祖屋项目里。再往前一步，微气候设计也不是环保口号，风廊、遮阳、绿化和热环境优化直接关系到冷气负担和整体能耗。所以别把走廊当成建筑边角料，在新加坡，它是把气候约束、
工程标准和民生成本同时处理掉的关键界面。下一层更关键，因为房子盖好了，社会问题才刚开始。如果说前面那条走廊说明了新加坡会造房子，那接下来这一层才解释它为什么能把祖屋做成全球标杆。因为它管的不是建筑本身，而是房子一旦进入社会，会不会变成金融冲动、族群分隔和地段套利的放大器。先看 CPF， 很多国家谈住房，默认逻辑是市场供给加银行按揭，但新加坡不是这样。CPF 把个人储蓄、住房支付和退休安排放进同一个制度框架里。对家庭来说，这当然不是没有压力。你今天拿多少 CPF 去供房，会影响你长期的退休积累和现金弹性。但从国家角度看，大规模拥房不完全依赖私人资本市场，住房购买也天然带有纪律，不是纯粹靠市场情绪和高杠杆往上冲。第二个关键是 EIP， 也就是种族融合政策。它通过组屋区、街区和楼栋层面的族群比例限制，防止社区长期演变成单一族群聚居区。第三个关键是2024年10月起实施的新组屋分类框架 Standard、Plus、Prime， 本质上是在重新划公共住房和市场收益之间的边界。越是稀缺地段，限制越多，意思很明确，公共资源带来的超额收益不能全部留给个体去吃掉。这套模式当然牺牲了一部分自由度，但它换来的是高密度社会不那么容易失控。很多国家真正学不会的，也恰恰在这里。房子学会了盖，社会却没学会怎么一起住。接下来还要看一层更难复制的东西。新加坡不是只会新建，它连老化之后怎么办，也提前放进系统里了。很多地方也能做出一个漂亮的新住宅区，但几年之后就开始分化，新的越来越新，旧的越来越旧。新加坡组屋真正把差距拉开的地方，是它不把住房看成一次性交付，而是把它当成一个要持续运转几十年的公共系统。先看 Tengah， 它被称为 HDB 首个智慧和可持续城镇，重点不只是技术更先进，而是很多基础设施被重新整合了，比如气动垃圾收集、智能照明、区域冷却和更系统化的数据管理，不再只是每栋楼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再看 Solar Nova 和 Green Towns Program，HDB 持续在祖屋屋顶部署太阳能，官方目标是在2030年达到540兆瓦峰值。这说明公共住房已经开始承担一部分分布式能源功能。更值得注意的是老祖屋 ，HDB 长期推动 HIP， 也就是家居改进计划，针对老旧祖屋做卫生间升级、结构修复、电梯改善和基础设施更新。这里面最关键的逻辑是，老社区不能被放任进入越来越不值得修的恶性循环。只要多数人住在祖屋里，老祖屋的衰退就不是某几栋楼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资产、社区稳定和代际信心的问题。当然，新加坡也不是没有问题，高密度生活依然会有噪音、隐私、邻里摩擦和维护成本上升。正因为如此，祖屋才更值得研究。它不是完美答案，而是一套持续修正、持续投入、持续管理的国家工程。全球很多城市都能复制一张蓝图，但真正难复制的是建完之后几十年还继续认真管，而且不是只管门面，是把能源、维修、老化、社区和资产预期一起管。新加坡祖屋的标杆性最后就落在这个地方，它不是一波建设热潮，而是一套长期运营纪律。所以回到开头，为什么新加坡祖屋能成全球住房标杆？答案不是一句政府有效率就能解释完，真正的原因是他把住宅当成国家级民生基建来做，前端用工程把风、热、能耗和施工效率算清楚，中段用 CPF、EIP 和新分类框架把资产、族群和公平问题管起来，后段再用 HIP、智慧城镇和能源升级把整套系统长期养下去。而那个最不起眼的走廊，刚好把这一切都暴露出来了。你站在那条走廊上，看到的不只是公共空间，而是一整套高密度社会如何被安排的还能长期运转。新加坡真正强的，不是盖了多少楼，
而是他知道高密度生活最容易在哪些地方失控，然后提前在空间、制度和财政上把风险压住。如果这期内容让你重新理解了新加坡基建，欢迎订阅频道。我是阿明，我们下期见。